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暗流和淤泥，它是怎么来的呢？对吧？就是咱们是除了咱们刚刚讲到的啊，就不健康的饮食，然后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那这些就是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被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忽略的一个污染源呢？目前的话，我们2个特别容易的忽视的问题呢，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我们称之为是内在的污染源啊。第一点呢是长期存在的慢性病灶也就是慢性炎症比如说反复发作千言不愈的牙周炎慢性咽炎、慢性胃炎、慢性肝炎、慢性肠炎，这些都属于或者是牙龈长期的一个出血、慢性的出血都算以及呢扁桃体的炎症等等，或是慢性的鼻窦炎都属于，以及呢反复的泌尿系统感染。这些地方在中医学看来其实身体的一个小火炉小火灶，因为呢是属于湿热和火毒的一个淤结。不仅不断的产生湿热或是湿浊，通过经络和气血影响我们全身也能够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专心的控制3高指标，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老烂的牙根或是慢性咽炎当回事儿，完全走在了一个什么就是相对来说偏差的地方吧。殊不知这些小火灶就是正在持续消耗人体的一个正气也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并且呢，在我们暗中进行一个加热或是污染着体内的气血环境让你的降脂或是降压更加的艰难或是事半功倍吧。这个确实是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一定会忽略的谢谢尹真老师帮我们做了一个给我们叔叔阿姨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咱们这个牙龈萎缩呢，它其实是影响着我们身体的这个3高的一个小的因素，但反而呢，它是影响了我们身体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隐患了。是的。那您能帮我们讲一讲这个口腔的原因，在中医上讲，它是属于哪一种这个病理呢？其实口腔心肺我们都认为是上焦的问题上焦。对。那您能帮我们讲一讲这个除了上焦之外，还有身体的哪一些虚症影响到我们的这个3高呢？其实我们第2点呢，中焦脾胃以及下焦的肝肾呢，都会造成一个影响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嘛我们认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们身体在内环境的总的调度站我们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运化现在研究也认识到这个肠道菌群或者呢说在中医的视角下这部分呢可以理解为脾胃运化的正常与否我们简单看一下，在于内环境的一个塑造以及饮食不节比如说油腻生冷、过度的甜食，或者长期思虑的一个压力滥用我们的抗生素年龄增长导致一个脾胃之气自然的一个衰退等，都会损伤我们脾胃的一个功能导致脾虚湿盛。因为脾虚呢不能够很好的优化水谷，水湿就会停住停聚之后呢化为痰痰湿再一步阻滞气机影响气血运行和我们津液的一个输布，这与肠道菌群的失调和肠壁的功能的一个受损在中医中都认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认为呢是导泄代谢紊乱的一个原因慢性的低度的炎症理论上是高度契合的，这种由脾胃的失调痰湿生成的一个理论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呢我们常见到的这个脾胃失调痰湿内生等等，存在于环境的一个失衡也是我们内环境的失衡是肥胖、血糖异常甚至血脂异常动脉硬化等等代谢问题比如说我们土壤这样的一个温床吧，也可以说是这个刚刚您讲到的，就确实是完全了这个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是的，咱们这个控制3高呢，不仅仅是对几个数字的一个坚守战是的，包括呢，它其实更是对身体内部的一个整个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刚刚咱们尹真老师讲到的，从上焦的口腔，对吧，到中焦的一个脾胃、肠道这些的治理跟维护那其实都是我们要控制我们内部的一个生态环境。是的，那我们刚刚也是说，老师也讲到了，清除了咱们身体的这些暗燥和我们这个内湿，才能让我们这个药物和健康的一个生活
方式，在一个更清静、更减少干扰的一个身体环境里边，能够发挥出我们最大的一个效能啊。对，那也就是说，请这个尹真老师从我们这个实用的角度，咱们从这个中老年朋友们该如何去清理我们这些身体内环境呢，来维护好我们的这个口腔呢，包括我们脾胃的一个健康。对，有几个非常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法，我们也称之是一个步骤吧。都符合中医的治胃病的理论，也符合我们这个脾胃调理的一个思路。对，这个小暗灶可得帮我们好好调一调。对，是的。首先呢，就是口腔健康的一个方面，我们每年至少要看一次牙医积极的调治牙周炎等等慢性的感染，从认真的刷牙，学习使用牙线中医认为齿为骨之余，肾主骨。你看护齿的本质也是一个护肾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要认为老掉牙是必然的我们说年龄的增长，牙一定会掉吗？但是呢，这个健康的牙齿是脾胃功能良好的外在标志之一。其实并不是这个咱们观众朋友理解的，我老掉牙是因为我年龄大了，是的，反而是因为我们身体内在的一个外在标志脾胃非常健康的标志。明白了。第二点的话，就是脾胃调养的一个方面我们从饮食上呢，需要增加一些个甘淡而富有这个纤维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各种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或是绿叶菜都可以，以及我们的全谷物全谷物有哪些呢？小米我们常吃的是吧？还有我们的燕麦和这个糙米都可以。这些食物性呢多甘淡平和能够健脾益气，促进我们脾胃的运化，帮助排出一个湿浊。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个自然发酵的食品帮助呢排出一些湿浊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传统都制作的豆豉泡菜都可以这些都有助于有益我们内环境，因此避免暴饮暴食，过食我们的生冷油腻不必要的一个药物的食物比如说苦寒我们自己给自己清火，往往呢清不对，为什么？虚火清下去之后还会长起来，还会增加一个症状，那就是腹泻胃寒。所以你看找对方法很重要，方法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事情。